1995年，经过王世襄先生的介绍，拜在孙基先生的门下，从事名物学研究。当时不是孙基先生给我出题说这是沈从文先生60年代提出来的，应该做这个《诗经》名物研究、《楚辞》名物研究、《红楼梦》名物研究。但是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，一直没有人去响应，就我是第一个实践者。我一开始从孙先生那儿得到的8字真言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我把它扩充为名物研究的方法。物色这本书里头，写了首饰，写了酒器，写了漆盒，还有一张罗甸床，最后又有一篇作为附录是西门庆的书房。物色出自《文心雕龙》，它有好几重的含义，寻寻觅觅，这也是它的一个意思。物的成色，这也是一个含义。为什么会对《金瓶梅》感兴趣？当时也是受了黄仁宇万历15年的启发，就是我想写崇祯16年，那么就从这生活史上开始写。那生活史上最好的、最有表现力的就是《金瓶梅》。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有写风俗史的这个意识，在很多这个器物描述上写实性很强。就是比如罗甸床那个，他说那个两边都是隔扇，然后安在床里边，楼台殿阁花鸟翎毛。它本身这个对物的描写的这个语言我也特别喜欢，就是把一个一个东西给你这么说上来，什么连接词也没有。对一件器物的描述，实际上就是我所做的名物学很核心的部分。最难是定名，最早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名字，在不同的时代，它是不是指同一件东西？然后它的每一个纹样，它是植物的、是动物的还是什么的？潘金莲最早在那个《古诗文名物新政》的时候就提到它，就是现在能看到的是唐代的，日本那个大和文化馆藏的那一件还没有给他们定出名称来。孙先生就说这个应该是《金瓶梅》里的穿心盒，后来不断发现很多新的线索，就基本上能够把它从唐一直到清给穿起来了。还有菊花在很多地方就说成是向日葵，而向日葵是16世纪才传到中国，一直到清代，可能晚期才会进入装饰领域。看着像向日葵的，实际上大部分是菊花。清人做那个非常出色，田家学派，那我这个远远赶不上人家，但是我的优越条件是他没看到的东西我能看到，那这个就是我能超越前人的条件。我给自个儿提出的目标是我描述的每一件器物都是要我看到实物，能够让我上手，我看到它的背面、侧面，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它的结构。有时候对着一件东西，甚至这一天都在看它，来来回回。看完展览以后拍了照片，在电脑里放大。老伴儿他说：“你对着这儿发什么呆呢？就是一直在看这件器物，它到底是什么纹样。”我现在正在写作的中国古代金银器史，我是力争要95%以上都做到，甚至就为了看我写一个这个宋代的那个舍利容器。在兖州博物馆，跟我老伴儿，跟老伴儿带着他的朋友，驱车2000里到兖州看这件东西，实际上只看了40分钟。我为此是不惜一切代价，可以说我过手的是数千件吧，至少。那我多年都是这样，9点半睡觉，4点钟起床，不午休，看书、写东西、看展览，很单纯。我想做的事儿很多，这只能是4个字儿：日短心长。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长，而且有创造力的生命可能会更短。
只要你一进去去找问题，沉浸在里边的话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。